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来做一个实验，看看我用讲的是不是可以比用写的更有效率。我首先呢跟大家分享，昨天我在脸书上看到了2则不同的 post。第一个，有位朋友呢昨天换了一张 profile picture，是一张很漂亮的 color pencil 做出来的效果。那我看了这张照片，很漂亮的一张这个 color pencil 的一张照片，再对这个名字。我忽然间有疑问，Do I know this person? Because the look is so different from what I knew. 到底这是一张用这个照片透过一个 photo editing 的 app 做出来的一个这个效果，还是他根本就是拿一张什么网络 download 一张这个什么画像，随便一张画像来贴在他的这个网页上？这样子，我想这个可能性不高吧。So I went back to her page just to find out who on earth this person was. Well, yeah, that was somebody I truly know, but it's just that the photo was a totally different person. Okay, the other post I would like to share last night I saw was 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影剧圈的朋友，他们正在做一个这个明星的这个甄选，所以呢，他贴了一张照片呢，它上面就有很多的这些各大学的各学校的这些校花。那这些都是蛮有才艺的这个校花。那我就看了一下那这样上去看了一下说，这些女孩呢都长什么样子，都很漂亮了。但是呢，to be honest，我觉得每个人长得都好像差不多，好像都一样。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想呢，这个世界呢好像把我们洗脑了，它给我们一个好像这个所谓的美呢只有一个标准。所以呢，它一则呢是把我们的这个 uniqueness， 每一个人的这独特性 uniqueness 给抹杀。第二个呢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真实性给这个模糊掉了。我们如果你要从这个媒体上，特别是从这些社交媒体上来认识人的话，那我们可以说这所有的这些 image， 所有的 stories written up 都 not so true。很多都不是 very true， or 它可能只能够反映了这个世界的其中一个小小的 fraction 的这个 truth， 因为太多东西都是 make up 出来的，或者是经过太多的 makeover 出来的。或者说，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总编辑，所以呢，都是很有选择性的、小心翼翼的，把自己只有自己觉得好的、非常好的那一面。才把它摆上来，所以呢 you don't really get to see the true picture of each one。 那我想说的是说呢，你看现在因为科技发达缘故，几乎每个人现在手上，在这些文明的国家，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只这个 smartphone， 那 smartphone 上面呢都有这个 camera，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如果是跟10年前相比的话，现在这个世界呢，一天之内 create 出来的这些 images， 这些照片呢，可能是10年前的 maybe 是100倍，或甚至上千倍 ，right？ 你想想看，你自己在过去你有没有像现在这么勤快的 take 这么多的照片？因为现在不用底片嘛，不用去冲洗照片，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好像是 zero cost。But as a matter of fact, it's not zero cost to the world, because 所有这些 digital 的 file 我们都必须存在这个某个地方 ，either 是 on your computer or 是存在这个 cloud 里面。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 cloud 不是真的是天上漂浮的这些云啊，而是一个这个在外面的一个伺服器，我们可以透过网络可以直接去 access， 然后可以随时 retrieve 我们存在上面的这些资料。那些伺服器也是机器啊，每天这么快速激增的这些 data， 不论是照片、文字或 whatever， 它都需要有地方来储存。所以呢，你知道，我们就需要很多的 space 来存装这些 data。我都不知道像 Google、Facebook 他们现在的这个 server 到底是怎么的安置啊？但是呢，我大概在不到1年前呢，我才知道说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 server 是存在海上了。他们把这个 server 建在船上，那船就停在海上。That makes sense, right？ 因为这个地球有 70% is covered by water， 那我们这个生活的空间已经是这么有限。如果我们还要把这些每天不断在激增的这个data
要存在这么巨大的这些 server 里面，然后这 server 要摆在我们跟我们竞争的这个土地上的话，那怎么可以呢？所以呢，只好放到海上去。What I'm trying to say is，我们花很多的力气在营造 create 这些很漂亮的 images，但是呢，这 images 呢其实不会存到永久的。好像呢，我在结婚之前的很多的照片呢，很多的相本其实留在娘家，那在一个不小心当中呢，娘家做这个房子的这个 renovation 的时候，我的这些照片通通都不见了。So I don't，我 basically 是没有任何这个小时候的照片以前的照片都不存留。那起初的时候，我觉得很伤心，哎呀，这是好像是记忆，是你的这个 memory 嘛，怎么就这样子就不见了？但后来过一阵子我也就释怀了，因为知道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暂时的，不能够带到永生里面去。如果我们真的是看重那个存在永久的，能够真的永远长存的，能够真是在永生里有价值的话，我想我们更重要的是要 work on 我们每一天的这个 real life，instead of 是 create 那些 images。我们每天的所思所言所想所行，其实呢，都有天使在帮我们做记录的。他的记录呢是用神的眼光来做记录。你不论是有没有写在你的这个 blog 上面的，或者是你有没有选择要存在你自己的记忆当中的，天上都有一本书啊 ，Book of Life。记着我们的一切。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呢，早晚有一天我们要真实的去面对，那记在我们生命册上面的我们的真实的一生。所以呢，我想跟大家今天呢互相勉励，就是让我们呢 work harder on that book, that album that is stored in eternity.Instead of these photos, these stories we write up every day， 因为只有那些是真的是可以存在永生的，不会怕风吹雨打日晒、海啸、地震都影响不到它，而也只有那位亘古常在的，他对我们的这个 perception， 他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看我们，那才是真的是在永生里真的是算得上数的。祝福大家。